台湾网军在大陆的作战又有了新的巨大战果。我们不冷静思考的话，多少人会不知不觉变成了台独的帮凶。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现在大家都知道，台湾有个1450网军嘛，是个外号。所以有的时候呢，我看到大家在评论区里边有时候出现不同意见的时候，大家也会相互指责，说对方就是1450的。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台湾的这类网军，其实很难识别。今天早上，台湾一个老大哥给我发了一个图，我一看是台湾那边出的一个网络舆论战的工作量价格表，就是说台独人员在国外某些媒体上发表台独言论，每1000点击能挣多少新台币，被点赞多少值多少钱，外国人留言15新台币，台湾人留言30新台币。如果买了一个账号，然后先后登录使用过5000次，奖励新台币5万。我一看呢，台湾网军呢这帮人管这种行为叫做在社群带风向，所以大家一般骂的1450其实是这个层次的最低层次。那么水平好一些的呢，最近我看到2个情况，高度疑似台湾深水区网军的活动成果，而且对大陆的网络舆论已经成功的带了节奏。其中一个例子呢，可能是有的人已经见到了，有个网站叫做中国报道网，自称是中国报道杂志的唯一官方网站。其中有个栏目叫做党建先锋，发表一篇文章叫落实3孩政策，党员干部应践行动。文章呢，把生3个以上的孩子说成了是党员干部的责任和义务。这个文章一出来，引起了很多人的困惑和反感，有些人的公众号就纷纷表示不公平啊，凭什么要求党员干部一定要生3个？这种一刀切的行为怎么解释？认为我们的政策有偏差了。然后再调查发现，这个网站其实是境外反华势力仿冒的，假冒了真正的中国报道杂志，假冒了人家真正官网的页面，借用了我们一些常见的宣传文章的文笔和写作方法，最后写出这么一篇假文章，根本就不是政策，他给你写成政策，目的在于引起群众的反感，引导群众去攻击我们真正的政策。然后如果说我们群众的反响再被境外媒体转载一下，他们就可以说，你瞧，中国人民群众对中国政策有多么不满意了。谣言就这么来的。如此大摇大摆、假冒党建、高调造谣，这种套路深度，多少人能识别得出来呢？还有个事儿，就是有人组织了境内一批恨国党在微信群里边开会。这个群我一看呢，不小，465个人。群的名称显示，这是他们若干微信群中间的第3个。至于有没有第4群、第5群、第6群，还不好说。为什么我们能看到呢？因为有人进了这个群，他们的谈话还被截图。现在这个截图呢是泄露出来了。谈话内容呢是对国内的恨国党进行集中的网络战培训，目的呢是针对国内微博、B 站等等这个媒体平台上支持中国的外国人下黑手。一个外国人如果敢在媒体上公开的支持中国，就是他们的打击对象。所以呢，他们培训要求所有人在微博上开小号，还要形成配合，对影响力大的外国人要进行集中冲击，冲击之后打了就跑，不跟反驳者进行辩论。而具体战法呢，就是如果有人帮中国说话，那就要扣3个帽子。第一顶帽子是间谍，你肯定是一个间谍，所以假冒对中国友好，替中国说话。第2个帽子呢是别有用心，你肯定有私人目的，比如赚流量。但是如果有谁提出中国还存在哪些不足，他们马上扣第3个帽子，就是我们中国的事儿轮不到你一个外国人指手画脚。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但实际上背后全是阴谋。能做到这3条，就很容易引起国内某些思想比较简单网友的愤怒，然后引导大家去质疑和攻击这些为中国说话的外国人，直到这些外国人的账号被淹没为止。而培训传授这些战术的人用的是繁体字，头像上写着一行英文，翻成中文就是国际民主日，并且他的文字里边把中国说成中国，就是虫字旁蝈蝈的那个蝈，用这种蔑称来侮辱中国，说明这个人是极度反华的。另一个配合的人头像是彩虹色，代表他可能在宣扬同性恋文化，而他的用语本身有明显的港台风格。所以明白了吗？
就是以前我们说过的，网络上高喊爱国口号、宣扬对外一路砍杀的某些人，其真实目的不是爱国，而是要引导中国民意走向极端化、民粹化、排外化。所以，我们也可以看看自己，也可以看看身边的人。我们有多少人已经不知不觉成了台独分子和其他境外反华势力的帮凶？有多少人，包括一些还在参加评选、摆明正能量大 V 评选的人，也在跟着这些网军说一些极端情绪的语言，打击一切我们本来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些事情不就是努力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把中国送到孤立的位置上吗？甚至我们有些人还认为中国不需要朋友，我们自己做好之后，国际上再孤立都无所谓的。那么既然情绪化的言论容易被点赞，那么爱国也就很容易变成他们的生意场。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台湾网军这些小伎俩能在我们这里如此奏效，固然是因为这些人有体系、有套路、有方法、有舆论技巧。但是我们很多人自己脑子比血热，手比脑子快的毛病，就不该反思一下吗？好，关于台湾网军的舆论战技巧到底有多复杂，我们有多少人上了当？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